大家好，我们是法国10万个为什么。今天很特别的一集，我们请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来宾，然后来聊一下他的故事，然后还有他整个民族的故事。我想应该有很少台湾的 YouTuber 可以近距离的跟这样子的朋友互动，我觉得很难得听他们的故事。来欢迎我们的 Merdam， 他是我的维吾尔朋友。Hello， 你好。嗨 ，Hello， 大家好，我是Merdam，我来自中国殖民下的东突厥斯坦，我是一名维吾尔族诗人。东突厥斯坦、这个词，我们待会再来好好介绍一下。那你为什么会来到法国？我来巴黎快2年了，就是去年来的。然后我在欧洲维吾尔学院教小孩维吾尔语母语课，对，维吾尔语课。我在2016年是以留学的名义出国的。你去哪里？然后去了塞浦路斯。OK， 你在那边留学？对，然后1年后我不能继续我的学业，因为我跟家庭的联系断绝了。为什么？因为从16年后半年开始，或者17年初，所谓在教育营开始开启，然后整个政治局面变了，所以经济关系也断了嘛，所以我无法持续我的学业，然后我转到土耳其，然后从土耳其转到塞尔维亚，然后从塞尔维亚，我在塞尔维亚的故事那个挺丰富的。我在那里待了3年，因为我丢了护照，什么都没有，又不能到中国领事馆换，就是会危险。对，然后我就在那里流浪了3年左右，然后最后这个欧洲维吾尔学院的帮助下来的吗？帮我拿到签证，然后我来到了法国。所以你现在是政治难民的身份吗？对，我来了以后我就申请了政治难民。我有点好奇，你是不是有点避免用新疆这个词？第一点，千万别提新疆，那里的名字就叫东突厥斯坦。新疆是殖民者给你贴的。其实在怎么说，康熙4典还是清代的时候，新疆的意思就是 colony，殖民地，不是新的疆土。不仅是所谓的新疆，现在的新疆，还有其他殖民地，他们也叫新疆。新疆这个词是对我们的侮辱，所以我希望所有讲中文的朋友或者台湾的朋友，请如果真的尊重我们的话，就不要用新疆2个字命名我们的区域。就像我们不了解的，真的不小心误用了，应该也是你们还是会暴怒吗？只是互相不了解而已。对啊。可以跟我们讲讲东突厥斯坦的名字是怎么来，历史怎么来的吗？中亚那片地区是1000年以来就叫突厥斯坦，没有东没有西，只是突厥斯坦。直到俄罗斯帝国和清帝国，把整个一个突厥斯坦分成2个部分，西边沙皇俄罗斯占领我们的另一边，然后这一边有清代的占领。了解。直到那个时候才分成了东突厥斯坦和西突厥斯坦。之前它只是一个1000年来，它一直是一个地理名，域名。然后直到我们在1933年第一次建国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把国家称为东突厥斯坦，然后我们把星和月亮还有蓝旗标为自己国旗。是，然后是什么时候中国所谓的占领你们？我们的殖民历史你可以追随到1850年左右，你们第一次占领了我们的地方。是，那一次只是占领而已。只是占领，没有任何加入版图或者殖民的意思，只是你的一些军阀在那里。然后我们从1869年到1879年10年，我们夺回了我们的独立。然后左宗棠来把阿古坡打掉，然后因为把什么打掉？阿古坡是我们第一次夺回我们主权的时候，独立的时候的国王，才第一次把新疆把东突厥斯坦丑一，把东突厥斯坦命名为新疆，然后把它弄为一个省，这才第2步完成，就是加入版图。是，然后第3步就是全面殖民化的过程，就是近50年来以后新中国什么的。第3步就是从中共之后，他们就一直在说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第一部分，我然后懂，就是他们对台湾也是这样吗？华夏民族。对啊，一直说什么自古以来台湾就是中国的。在这过程中，我们3次夺回了自己的权利，就是我们主权，成立了3次国家。就第一次阿古坡的，他是第一次左宗棠打掉的那个继承国，那是第一次我们夺回自己的主权。然后第2次在国民党时代，1933年很乱，就是军阀在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权的时候，我们第一次以现代国家的形式，把有国旗、有内阁、有总统的那种，然后我们成立了共和国，就是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大概1年左右，只能支撑1年左右，然后被盛世才。盛世才就是当时的军阀。我们第二个国家就是反对他成立起来的。第3次我们1944年同样的日子里，就是11月12号，我们成立了第3次共和国。那是3次都同一个日子吗？后2次是，因为前面第1次是那个是王国，那不是共和国。那不是共和国，了解。后面的2个共和国就是同一个日期、同一个国旗、同一个国歌都有。是。然后我们只剩了快4年。全世界都一直在讲，新疆，哇，好可怕，重音啊！你不要打我。在讲维吾尔人，他们是受到了怎么样的压迫？集中营啊，在教育啊，你身边有就是真的遇过这样子的事情？当然了，从17年开始，我们不是用微信在跟里面联系嘛。17年初，我的朋友陆陆续续的开始把我删掉，就有些给我打了招呼说我们断一段时间关系，或者我把你删了，对我好都不要多问什么的。然后有些就消失，然后就直接删掉什么的。可以说远亲里面，我的父亲的表弟啊、哥哥呀，他们在另一线，就是和田里面的另一线。他们几乎5、6家吧，几乎所有的男人在集中营，几乎所有男人进了1次，或者没有出来，就是女人在外面。进去他们会对他们做什么吗？按照那些回忆录，还有那些 testimony， 还有我亲耳听到的，怎么说呢？亲耳听到的，对吗？是。亲耳听到的那些故事，说环境是非常差劲的。一个室里面12个、20多个、30多个人会睡觉，你只能就是每个人就是这样子，只能这样的睡觉。每餐就是一个馍馍和一个开水，里面是有一个电视。就是从早晨到晚上或者在有特定的时间段，他会放一些政治宣讲，就是习近平讲话呀，或者一些会议，或者然后他让你写感受，他们就没有什么感受在从那个里面，所以他们问那个首次来的人问我要怎么写，我都不知道，然后他们就说你只能使劲的夸中共或习近平就行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写习近平万岁，因为习近平所有这些，我们有饭吃，不拉不拉。我们有2个东西在一个区域里面，一个是派出所，一个是办事处。派出所是办案，对，办案，然后另一个就是办事处。办事处就是除了犯罪以外的行政的东西，就是户口呀。有点像 préfecture， 法国的 préfecture。OK。然后这个办事处。他会给每一个人打分，他们有上百条规则的一个东西，就是打分的，就是有信仰吗？做礼拜吗？去清真寺吗？有胡子没有？穿什么样的长裙还是短裙？如果有信仰会被扣分吗？还是怎么样？从1分到10分，然后他就给你打分，5、3、1，然后最终他算出来。然后他的名字有没有坏的意思？对中共来说，就是有一些什么宗教人，有些自由呀，或者宗教OK，对神圣的名字。了解，我懂。这样算是不好的。他都算不好的，扣分项。然后有胡子也算扣分项吗？有没有？那你应该被扣蛮严重的。我已经在里面了。如果我这样有胡子，然后。有没有亲人在外面？有没有跟国外联系过？有没有出过国？有没有护照？会说汉语吗？不会说汉语还是就这么多100多项，然后他一个一个打分，最终把他总结出来的分低于几分的，他会送到这个集中营，然后
这个分跟这个分之间的，它会从到集中营也分不同的四种。之前到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最终的那地方就直接有那个水域，还有各种torture，然后就是器官摘除的那个程度的集中营是最黑的那个。所以就是进去你可能出不来。那个就是直接就是你没有了的意思，至少你会出来以后几个星期以后就死掉，好多人，真假的？这4年很多人就那样死掉了，就是刚出来死掉，或者他会给你把尸体给你拿出来，然后他不让你查，也不让你自己办葬礼，你也看不到那个尸体，跟监狱没有区别。监狱更好，因为监狱有一些规则。监狱是他们判刑，然后你有具体的刑名，然后把你锁起来几年，只是锁你在那里。但集中营不是，因为他们这种大范围的把人集中或抓人是非常没有规则的，就是为什么人们说那是种族清洗的开始。而且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扣一个帽子，随便给你按一个罪，你就对，然后就叫你所有人他们抓进来以后，他们要签一个东西，就是说我参加了恐怖活动，或者我有恐怖思想。OK， 叫你自己认罪，假的。他要torture你，最轻的那种就是只是把你挂起来然后打，就是两腿不停的电棒打。有些人给我看过他的疤痕，对，他们整天的打你，然后说有没有去过叙利亚？他一生都没出过国，然后他一定要在那个，他们强迫让你认罪，然后他们会以那个呢证明说维吾尔人是恐怖分子，只是为了拿到那个证据，他强迫几千个人签名，然后torture他们。这几年法国也是国会有通过去认定说，在东突厥山发生的罪行其实已经是种族灭绝的那个程度了。为什么说它是种族灭绝？跟劫狱有关吗？劫狱也是一项，大规模的把无规则的把人集中起来是一个迹象。作证的人都说，给所有女人在集中营里面，他们会发一些药片，就是每天你要吃那个不明药物。我听过的很多故事，能让我当场就哭泣。所以我不想说那些东西。集中营里面，尤其是对女人的那些torture，我无法忍受。审讯室里面只有3个东西，一个是老虎座，老虎座就是一个铁的座位，你可以把2只手从两边挂上，然后脚也可以绑在椅子上。它不是 torture， 它只是你审讯你的时候做的东西。torture是更可怕的，它会把你拉起来，然后用4肢挂在室的中央，然后打你那种各种东西。然后审讯室里面，一个是老虎座，另一个就是台子，就是审讯的时候长官要坐的地方。然后第3个东西你知道什么吗？第3个家具，一张床在墙角里，在那边是一张床。为什么？为了不是给女生的吗？对，这是给女生。种族灭绝，大的来说，就是全面殖民化，就是把整个的把这东突厥斯坦民族改为华夏民族，或者把他们消灭掉。我去拜访一个幸存者嘛，他从那里出来以后，精神还有身体就很不正常。他给我们看了照片，就说这是17年刚抓之前2个星期的照片，一个年轻的姑娘，然后他就像现在他看上去一个老大妈，你知道吗？他就说，集中营之前的回忆，他不会回想之前的生活，然后他也不在巴黎的这个生活里面存在，因为每天晚上每一次每刻，他所有的回忆至今只剩在 camp 里面，那些脸孔不停地浮现在他眼前，因为他们在集中营里面需要排队去上厕所。他出来以后在哈萨克斯坦在自己的家里面，他等在厕所前面就像排队一样，然后他女子过来，妈妈你要等什么，你要进来吧那种，他还是适应不过来。真的很难想象为什么就是无辜的人要被逼着去做这种事情。很多人都以无辜来命名那些我们的受害者，但其实我们不是真正的无辜，因为当侵略者来占领你的国家的时候，
我们没有反抗，那是我们的罪。我们没有保护我们的土地，我们没有保护我们的文化或者人民，我们随随便便的让侵略者统治你70年，这是罪过还不是？我以我的观点来说，我们有罪，不是说对中共有罪，我是说对自己有罪。没有在该站起来的时候反抗。对，所以我们本身也需要反思，我们需要纠正。我觉得台湾人现在也在做这件事情，就是面对各种各样的威胁，然后听到你们的故事，我们也是一直在想，我们下一次危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去面对？是不是真的站起来去打仗，就是去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他们把现在的所谓的中国以为一个国家，其实从来没有过统一的中国。所谓的中国只是一个被打败的帝国的残余，它至少有5个国家、5个殖民地统一起来的一个残破的血腥的帝国。土伯特、东突厥斯坦、蒙古、满洲，然后内地，或者真正所谓的中国。然后殖民地是全人类的耻辱。全世界其他地方都快完成了反殖民，但中亚那一区还有中国，所谓的中国帝国，到现在都没有完成反殖民，被全世界遗忘，然后全世界跟随着中国的所谓一中国的政策在跟他们胡闹，像我们一样先殖民，最后慢性的种族清洗的这种状况下，必须要独立。我说的要独立不是诉求，这是权利。第二点就是我们不是要从中国分裂出去，这个没有这个概念，我们从来就没有承认过中国政权，怎么可能把他们从当中分裂出去呢？我们只是把他们怎么进来的就那样出去，让他们撤走，把我们想重新夺回自己的主权。了解。第二个要分清的点，民主化中国跟去殖民化是完全两码事。当然。我们的事情跟民主化没有关系，跟民主中国跟没有关系，他们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对，台湾也是这样想，对，我们也是这样想。中国大使卢沙也说要再教育台湾人，你有什么想法？世界上任何人不需要再教育。然后那个大使在大 TV 的那个电视台里面那个访问里面说出那种话，对，以前中国的恶心程度只在内地里面，就是大陆里面的那种恶心。对，他现在无耻的可以在各个国家里面说，你应该知道他们多么膨胀了，然后其他国家有多么没有责任感的在跟中国打交道。是，另一边可以说明，就是说，所谓中国的帝国统治，它只能以再教育全体人民维持。如果他就维持不了了，他只能靠洗脑。他也不是洗脑，因为他洗不了任何人的脑，他只是把人集中起来，然后好管理而已。你现在有在那个欧洲维吾尔学院教小朋友你们的母语吗？欧洲维吾尔学院把我揪出来，就是因为他们要用，因为维吾尔学院跟法国政府有一个怎么说呢合作吗？合作就是说他们可以诉求年轻的有才的眉毛漂亮的。就是17年以后，他们很多人在国外的一些年轻维吾尔人、知识分子呀，或者作家呀，或者回不去了，然后他们也更新不了护照。我们每年会挑选那种有才的，或者对于我们学业有用的人才来，把他们其实困住的那些人才，当然是，所以对大家都好。所以我是就是那个 project 里面的一个有才的人，就是有才又帅的人。我只是靠美貌来靠远吃饭的，就是。所以这个第一个原因，我必须要在那里工作。第二个原因是，其实我是这是很好笑的。我是大3就退学了，真的。当时我是很反抗的，就是说我要做自由的诗人，我要以写作为生，因为我真的在那里
坚持不住了。就是主要中国让你受不了了。对，然后肯定也有教育那种系统的那些东西。了解。那你就像变成老师，对呀，就像变成老师，变成老师，你不要去问老师，我就觉得啊，我完了，我这样子的人怎么可以教一些人东西呢？但第一节课以后，我就那些小孩一个比一个可爱，然后他们是讲法文的，把他们学为母语作为第二语言。OK。他们在学，然后我快哭了，在教室里面。很感动，看到他们讲母语这样子。然后我第一节课出来就说我太喜欢这个。我们的目的也不是很严格的要让他们学习语言，只是我们想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感觉，就是你也希望他们不要忘记他们当然了的身份这样子。对，这是我们民族抗争的一部分，对，就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你们的文化，你们的语言，对文化，对民族认同。你可以回到你的母国，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对你来讲是什么意思？让我说的话，我每次就说，只要我们有独立的那一天，我回去不回去那是另一个问题了。但是前提是，只要我们有自己独立的国家的话，或者为我们自己独立的国家，我才会回去。我不会像中国的领事馆或者政府去跟他要任何的证件。他又不是你的国家，他又不是你的政府。如果你说回到那里，只能是两种情况，或者我们独立了，我们有了自己的国家，我们可以回去；或者我们打仗了，我们会为了国家回去，为了解放真正的回去。是，那你觉得怎么做才可以达到独立的这一天？我可以以法国诗人勒内夏尔的一句话来回答，就是 "Resistance is the only hope"， 反抗是唯一的希望。我们尤其是现在的东突厥斯坦民族，我们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反抗，没有任何多余的希望了。我们不会期望或向往或盼望或想象任何类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只能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反抗，我们只能做到这个，然后才会来那个独立的日子。如果你不反抗，什么都不会有。现在在东突厥斯坦的你们的同胞们，他们该怎么办呢？在境内的人需要争取到他们反抗的权利，是，然后境内的人才可以反抗，或者他们也可以反抗。所以你们的角色变得很重要，因为你们是在自由的地方，你可以要更多的帮他们发声。对，其实作为一个诗人，国家其实对我并没有那么重要，但是这是一个有些人已经侵犯你的之后的问题了。在别人侵犯你以后，你只能反抗。是，对中国殖民者的反抗是我唯一的使命。无论是作为诗人还是作为人，我就不理解把全世界的所有的国家或者政客把中国政府视为一个合法的政府，无论是从中国内地里面讲，无论是他的统治的殖民区域讲，或者全世界民主作为一个政府的合法性讲，他一个都不沾边，没有任何合理性、合法性。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反抗，继续反抗。对，这是唯一的希望。好，谢谢你，Verdam，谢谢你今天跟我们讲那么多。谢谢邀请我。谢谢。那希望我们的台湾的朋友也可以更了解维吾尔族的状况。谢谢，下次见。如果任何问题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记得订阅、按赞、分享。谢谢，拜拜。拜。